近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总统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失去对美国国会的控制。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金额持续增长、经济却面临衰退风险的背景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对乌政策的分歧日渐公开化。有共和党众议员曾放话说，只要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乌克兰不会再拿到1分钱，这也引发乌克兰政府官员的焦虑。乌方担心，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可能会被削弱。乌克兰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确认已将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交付乌克兰。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在使用美国交付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人员培训也已在欧洲进行。据美国会研究服务局介绍，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不仅增加了应对空中威胁的范围，而且还增加了探测和跟踪空中威胁的范围，能够打击多种目标。据报道，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使用的导弹射程为40公里，目前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导弹。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军援累计总额已达182亿美元。随着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费用增加，以及美国经济在衰退边缘徘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围绕对乌政策的分歧日渐公开化。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上个月曾警告称，如果共和党能在中期选举中领先于民主党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该党将停止或限制对乌克兰的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麦卡锡将是新任众议院议长的热门人选。面对美方后续援助可能存在变数，乌克兰方面近日频繁喊话美国两党要团结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尤里萨克7号表示，乌方呼吁美国两党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希望中期选举结果影响对乌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也向美国政界喊话，直接呼吁两党要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焦虑，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7号表示，拜登致力于通过跨党派合作来支持乌克兰。我们有信心，美国的支持将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继续下去，当然可能会有所调整啊。因为毕竟要和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措施有所区别嘛。所以可能在具体的金额，然后援助的这个方式这方面可能会有所变化啊。因为共和党其实传统来讲也是一个强硬派啊，对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其实美国上下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啊，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表面上已中断联系，但近日有消息传来，双方一直在私下保持接触。《华尔街日报》6号援引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称，近几个月来，美俄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对话。这些交谈的目的并非讨论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防范局势升级，并保持两国间沟通渠道畅通。此前，俄罗斯方面已多次表示，如果美方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关切，包括与安全有关的关切，这可能成为双方对话的平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8号予以证实，美国和俄罗斯已同意恢复目前两国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预计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双边协商委员会会议。普莱斯称，此次会谈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媒近日还报道，美国政府还暗中鼓励乌克兰政府释放愿意与俄罗斯和谈的信号。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以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官员正私下鼓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和谈，以展现开放性。美方并非真心把乌方拉回谈判桌，而是另有盘算，希望占据道德高地，确保乌方继续获得他国军事援助。其中一名官员说，就乌克兰问题感到疲劳，对我们一些盟友而言是切实存在的事情。报道还称，泽连斯基10月4号签署总统令，乌方不与普京进行和谈，这一决定令一些国家担忧。